先天2年夏，卢凌风、苏无名一行奉命押运康国进贡的金桃回京，即将抵达长安。卢大县尉，歇会儿吧。就算我这身老骨头颠不散，那细菌它也受不了啊，是不是？吁！押运金桃事关重大，辛苦各位快马加鞭，日暮前赶到长安城。啊，歇会儿不行啊！徒儿，出发。是，师傅。去。队长，快看，是不是他们？留步！几位请留步。可是杭州云顶的卢县尉。正是。驿馆内有客人等候。客人？何人？小的不能说。卢某有公务在身，岂有功夫？哎，县尉，您看。把车交给我们，所有的箱子搬进驿馆。没看我穿了便装吗？不只是您在这儿，等你的贵客可不是我。赶紧来，后院。这几个人虽着便装，单看身姿，应是金吾卫。我有事，需先行一步，你不必跟着。烽火照西京，心中自不平。牙璋辞凤阙，铁骑绕龙城。雪暗雕旗画，风多杂鼓声。宁为百夫长，胜作一书生。你是想说，宁为百夫长，胜过来到朕的面前吧？卢凌风奉旨，在沙州得因康国金桃18箱，今护送至此，因康国国内有事，使团未能跟随。这是国书，起来吧。是。这另一册是什么？是臣此番西行的见闻，包括地理、风物、民俗和底层百姓生存之现状，亦写了朝廷的一些弊政和改良民生之建议。国书不看也罢，虽进献金桃，但没有一个人跟来，他们已失礼在先。但你的心血，朕倒要仔细看看。这是我与苏无名联手上奏。苏无名，他一白身，有什么资格直接上奏？此番西行，苏无名因为我大唐出生入死。都知道了，陆思恩的奏章朕早已看过。苏无名虽非官，但作为一个唐人，为什么就没有资格为朝廷上书有关大唐之事呢？卢凌风，你放肆！一见面就替他说话，这耿直的性子一点没改啊！崔相，怎么还没到？按理应该到了。不会是岑挚的消息又出错了吧？公主息怒，想是路上有事耽搁了。天色已然不早，公主不如先回城。苏明，快随我来，公主等你多时了。草民苏明拜见大长公主。将近1年未见，公主更加风采照人了。少啰嗦，罗凌风啊！回禀公主，护送康国贡品，卢县尉极为用心，
因这一路上过于颠簸，担心金桃受损，故走得慢了些。今日怕是到不了长安了，所以特遣我来给您报个信儿。婉儿知道我出城迎接他了。他应是猜的吧？咦，这怎么叫猜的呢？这叫母子连心。啊，对对对。苏明，哎，见过崔夏。苏无名回来了，他还活着？是我大意了，竟让他活到了今天。未来宰相之位，我能不能坐稳？怕是有人要跟我争了。拿刀来。金桃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卢县尉，你就在一旁看着吗？此处只有你我半价，这么多金桃，你是想累到陛下呀？这么说，此次西行，婉儿安然无恙，且得到了许多历练。是，虽有金，但无险。卢县尉不仅毫发无损，心胸还更宽广了呢。公主，急报！好你个苏无名，竟敢蒙骗本宫！没有啊，刚才所禀句句属实。卢凌风为什么会在魏成义？魏成义？啊，应是这一路上风餐露宿，都没吃好。大家都知道魏成义美食诱人，应是勾起了腹中的馋虫。还跟我耍嘴皮子，是不是那个人在驿站？哪个人？还有哪个人能拦得住卢凌风？等等，陛下，这找的就是他。这个是天后使西域的一些王国和部落结成联盟，不时地阻塞丝路，断绝东西贸易。然我大唐困于内斗，无暇征讨。朕在东宫时夙夜忧叹，便与大将军定谋，派遣精干潜伏于康国，探听西域各国动向，向长安反馈情报，并最终绘出此西域万里图，以了解各国王庭所在，保护边境安宁及丝路畅通。奈何西域战乱不断，且一些人敌视大唐，此图几次传送都以失败告终。直至有了明确的消息，康国会恢复向我大唐进贡，才定计将其植入生长中的金桃。原来如此，所以你带回来的不只是金桃，此图对我大唐日后经营西域乃至西域之西，都大有帮助啊！
陛下身在长安，却早已布局四海，心怀天下，且深谋远虑。陆凌风，敬佩不已。那你是愿意留在朕的身边，还是急着回云顶做你的县尉啊？陛下让你押送金桃，可是力排众议，为什么让你回长安？难道你看不出？既然你与朕已面对面，有些事就必须要说开。关于你身世的传闻，朕在意，也不在意。你呢？等你想好了再说吧，许久未见，当痛饮。来福，备酒。是。卢凌风不是即将入京？杨内侍，他不是不该活在世上了吗？要不交给我，我来福让他进不了长安。此次西行，我最喜欢的就是沙洲之敦煌。那敦煌是天下的十字路口，丝路之要冲，都市繁华，风光绝美。公主您一心向佛，何不去沙洲住一段？我相信敦煌莫高窟一定让您流连忘返。苏明，哎，你真是处心积虑呀！去岁前年，很多人到太上皇那儿进谗言，有说让我去蒲州的，还有说去洛阳。如今，你又劝我去沙洲，就不怕我砍了你脑袋？我姓李，比起天后，更适合做这个王朝的女皇。你以为这是本宫的执念？我是为了天下。苏不敏，你还记得当年我在此为你送行对你说过的话？你如果真心为大唐好，就辅佐我，我必给百姓一个繁华盛世。今日无君臣，只有三郎与二知己。来，干！陆凌风，既是知己，当无话不谈。那我要问一问，三郎是否想过取我性命？陆凌风，你在说什么？接着说。西行路上，在石阳县，我遇到的刺客，根本不是江湖上的人。我是派了人，叫他们取苏无名的性命，这与你何干呀？是两拨刺客，针对苏无名的，我已料到是大将军所遣，而另一拨使用的是毒箭，不可能是大将军所为。后来，在一个叫魔家店的地方，我险些丧命于猎命郎君之手，而在他们身上搜到要我命的文书。这信笺可不是常人用的。纸张乃东宫专有。来福，啊，在，去洗几个金桃。是。卢凌风所疑并非毫无根据，我想应该是白山。
他一直想趁有生之年为我铲除威胁，而你深得三郎信任，却突有身世传闻，故被视为威胁。龙凌风，我记得你与白山关系不错，此事不涉及个人恩怨，白山之中可嘉。而你，出身四海名门，当有雅量。若此刻能敬白少卿一杯，我便更高看你一眼。可他不在这里。2个月前，他已驾鹤西去。白山，朕知你忠心，可使用毒箭，故列命郎君对付卢凌风，实在不该。朕罚你一杯。毕竟是长安呐，哈哈，尚未进城，便有如此美味，哈哈哈！我老费啊，我要吟诗一首，我吟不出来哇。费叔，这大唐啊，诗人遍地，说不定哪天就有人在这渭城驿里写下流芳千古的名句。对，长安110方。若每一方都有名篇传世，则后人会永远记住这伟大的长安。小姐和樱桃姐姐说的真好。我薛环虽不会作诗，但听得我心潮澎湃。我敬你们一杯。来。这康国的金桃，乃世上最甘甜之物。这年少时，在公主府吃到过半颗，那奇妙的味道。至今记忆犹新。此事贡品，卢凌风没资格。押韵有功，当然有资格。快吃。陛下，若论有功，这一路护送的，除卢凌风之外，苏无名、裴喜君、飞鹰郡、楚樱桃和薛环，他们5人也出力颇多啊。明白了。这3颗金桃都归你，与一同西行的几人分享，如何？如此，谢过陛下。大将军，那我们先吃。多谢陛下。还是这个味道，果然是水果之王。陆童，有幸了。取弓箭来！拿刀来！
大将军，你没事吧？还好，我路通骨头硬。体型如此巨大，且凶狠袭人，陆凌风，你可知是什么鸟？微臣不知。就来了，又来了！不是那只，这只更大。呼叫！是。大将军，大将军，别把我作死的！不对，后院出事了。雪花，撤！陛下先请进屋，其他人守住门窗。师傅，没事吧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没事。陆凌风，你没事吧67，你说什么？不对，也有可能是68或69。刘氏三兄弟，你怎么突然想起甘棠义了？飞鹰君，听说你是药王的弟子，若能保住大将军的眼睛，要什么官儿，朕都给你。若金饼，亦可多多赏赐。官儿，老费所欲也；金饼，亦我所欲也。虽二者兼得，也保不住那只眼睛啊！哎，别碰！大将军，再坚持一下。来福在，御医何时能到？已经派马去请了。到了也没用，就算是老恩师尚在世间，也保不住那只眼睛。如果陛下允许我现在施救，可保陆童性命无忧；若是晚了，那命恐怕也……陆凌风，陛下，我该不该信他？他确实是神医，此番在云顶，昔日在洛阳。不想听，该不该信他？
费英俊的医术，陆凌风深信不疑。请费神医立刻救我大将军性命，朕拜托了。哎，陛下给我行礼，这可不敢当。费英俊竭尽全力。陆凌风，陆同伤势如何？性命无忧，一只眼睛恐怕保不住了。第二只凶禽是人扮的，却有着甘棠义刘氏兄弟的脸。没错，难以置信啊！按理说，刘17犯了重罪，早就该被处决了。更何况这刘17、刘18两个兄弟都不会武啊。刘19虽残暴有蛇的习性，那也不可能自天上飞来袭击圣驾。所以我想问，你久未面圣，是不是过度激动，出现了幻觉？你胡说！大战之际，危急时刻，你有没有可能看花了眼？你才狼眼胡花！你连饮数杯，醉眼惺忪，看错了是有可能的。时间紧迫，我没工夫跟你在这胡扯。你若再纠缠，休怪我！既然卢县尉这么肯定，甘棠就让苏某去吧。是我幻觉了，看花了，喝多了，看错了。当亲自前往以辨真伪，哪敢劳烦你苏明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要去甘棠县？圣驾尚在未成役，大将军又身负重伤，你走了，那凶禽再飞回来怎么办？我已经叮嘱过金吾卫，金吾卫要是能打得过那凶禽，陆统怎么会丢掉一只眼睛？我苏明白衣之身留在此毫无用处，正好替你去甘棠跑跑腿儿，你留下护驾，继而探查凶禽的线索，此为上策。师弟，情况危急，今夜需死守魏成义，不放任何人进来。记住，是任何人。对。站住！不得靠近！我乃中武将军李凤，听闻驿馆有变，特来护驾，把门打开。李将军，天子已经就寝，还请将军到渭城驿馆外布防。你是何人？云顶县尉卢凌风。你一个小小的县尉，还是云顶的，你有什么权利不让李将军护驾？放肆！卢县尉，他问的，李某也有些好奇。金吾卫金牌在此，卢凌风也是奉旨行事。明白了。传我将令，30丈一营，扎寨设防。是。魏成义来的啊，报上名来。无名混账！饶命！我真的叫无名。今夜无名之辈，根本住不进魏成义。后院住的那位贵客死了没有？啊？你又要去给谁送信？如实招来。
否则取而狗命。不说。上马！啊！走啊！要走一起走啊！你往后坐一点。啊！上！没得手，他们看见我了。那你还敢回来？他们抓不到我。你不怕连累我？你收了人家金银，就要承担这个风险。你知道吗？你这脸不阴不阳的，真让人讨厌。我的脸。我自己喜欢得很。雍州长史杜明，司法参军武文斌拜见陛下。之前，雍州府可有凶禽伤人？没有，陛下，在我雍州地界受此惊吓，杜明有罪，请陛下责罚。长安从未有此凶禽伤人，想必来自外域，躲藏于附近深山。这件事就交给雍州府查探吧，当尽快捕到凶禽，不能让他伤及百姓。是，待臣护驾回京之后，即刻查办。护驾就不用你了，李将军，臣在。路童重伤，不能骑马，只能坐车。车已备好。还有那康国进贡的金桃，亦已备好专门的车辆。杜长史，我与两只凶禽先后交过手，如果此案需要帮手的话，哎，卢县尉，天子可说如何提拔你了？无需提拔，但凶禽之案有太多诡异之处，且与罗某前番南下时的一些经历有关。可天子已将此案交给了雍州府，即便你重回大理寺少卿之位，恐也无权干涉呀。不过，你我去年在成佛寺共同诛杀奸邪，我个人对你卢凌风敬佩之至，所以凶禽之案我会随时请教，随时请教。都。将军文武双全，身经百战。朕好奇的是，按出身和军功，李将军不该是现在这个职位啊。回陛下，只因前几年得罪了大长公主。昨日倒酒的时候，你哆嗦什么？是被那凶禽吓的？是，那个畜生太恐怖了。你哆嗦之时，那畜生还没来呢。来福，刺杀卢凌风的列命郎君到底是谁派的？杨内侍，你怎么跪在这里？陛下此番带来福出宫，却遭遇危险。他作为卑职的属下，没有保护好陛下，小的亦有大罪。谁又能想到，这危险自空中来，
起来吧。陛下，第二次来袭的是个鸟人，是长着一张人脸，不过人扮鸟，在天上飞也不怪。当年天后网罗的那些包括沙司在内的妖异之士无所不能，会捉鱼的机械水獭，可以献酒的牧师女，更有人造了飞行之器，隔着天津桥从洛水的那头飞到这头。所以这件事应是公主府所为。您说的那些妖异之士，也许早就改投了公主。再有，那鸟人专门袭击陛下和陆童，却避开了卢凌风，这不是公主所为的铁证？天子险遭不测，陆童瞎了一只眼，而卢凌风护驾立了大功。这么说，陆童成独眼大将军了，伤得极重，未来能不能拿得起横刀，都说不准了。右京五位大将军的位子，我们得尽快物色人选。谁干的呀？太吓人了！吴参军，死者是这家纸扎店的老板，被利器从胸口插入，一击毙命。这便是凶器。他是外乡人，这间铺子也是租来的，在本地并无家眷。凶手有线索吗？嫌疑最大的便是新雇的伙计，但已不知所踪。伙计可知姓名？何方人士？一概不知，但房主见过他。房主何在？这是我新雇的伙计，哎，见过房东。是否请人画像，全程缉拿？还请吴参军定夺。不必。尚不能确定此伙计就是凶手，画了像，必会打草惊蛇。哎，是。为何杀纸扎店老板？是他先要杀我的，是你授意的吧？是又如何？你想杀我，那你的心愿谁帮你完成啊？是你要在长安有个能见人的身份，我才去求纸扎店老板。他也是怕被你连累，对你起了歹心。你以为在长安就可以为所欲为，随便杀人吗？我错了，仅错在杀人。我不该怀疑你。我想杀人，易如反掌，何须假人之手？是。你我的约定还记得吗？大事未成，需齐心合力。朝霞染南山，朱雀金鳞摘落人间。横刀去江畔，知画赴风寒。定睛看。色照拂尘轩，锦绣芳生迷胸弯。石凝胶生汤圆，
山，朱雀离长天，天界线，了却不平时啊，血热共彰显，斩妖还。城去归云闲，玉龙烟把映当雪。武林外乐悠远，武林少年醉。